3天4天还可以，1个星期的话，我觉得好烦，我要自己一个人生活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离开老公，对，但是就觉得哇，离开孩子是一个很难的决定。天哪，我已经在想，我感觉我是你妈妈，然后我跟我女儿离开我的那个感觉我要哭了。只有一个人可以活，那一定是他，我会让他活，然后我去死。对，只有这个情况。魏生，你说的我好想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今天是我和魏轩和范范，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我们要说一说女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情况会选择离开他们的孩子。我觉得魏轩好像是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孩子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可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离开。我说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很不可能的情况，你跟你的老公离婚了，有没有可能你不要你的孩子？肯定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离开我的孩子的。如果他跟我说你想要孩子，那你要给我很多的钱，甚至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，我都可以，但是我绝对不可以和我的孩子分开。那我们要说一说，就是有的人离婚，然后他主动说我不要孩子。我们来说一说女人。对，我记得魏轩你说有一个朋友是这个情况，是吗？对，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，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孩子差不多6、7岁，然后呢，他的朋友要和他老婆离婚，然后他老婆就是直接说，他们都没有就是要争论啊，或者就是对他们都没有要争论，就是孩子的抚养权，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和谁生活这个问题，他老婆就说OK， 孩子给你，你把房子、车还有钱你都给我，然后你带孩子走吧。然后其实他的儿子他想和妈妈一起生活，然后他的朋友也跟他老婆说了这个事情，就是孩子以后想和你生活，然后你可不可以就是把房和车给我，然后我们的存款我们分，你一半我一半这样子。然后他老婆说不可以，我就是要钱，你把孩子带走吧。他说，然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，那孩子怎么办？你不想和他一起生活吗？然后他老婆说，孩子总归会离开妈妈的，孩子迟早会和妈妈分开的，所以他老婆真的就是不太在乎，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。魏轩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女人她多大年纪呢？她今年差不多36岁、37岁的样子。她儿子多大呢？他儿子6、7岁。那我觉得这个女人可能是觉得，如果她带一个儿子，她可能再找一个老公的时候有一点难，可能她不带儿子会容易一些。对，我们也觉得，就是他会觉得，如果我带一个儿子，我还想再找一个新的老公，那别人可能觉得很不方便，有可能我要给他的儿子挣钱，给他的儿子花，所以别人可能不愿意和他结婚。是的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我也有一个故事，那跟魏轩的这个有一点不一样。那这个男人呢，以前是我的邻居，他非常非常喜欢打游戏，他可以打游戏打3天5天，对，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，他的工作可能不太好。对，他呢，然后他找了一个老婆，我记得那个女孩非常漂亮，性格非常好，然后他们就有了孩子。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生，我会在学校学习，然后周末回家。有一天，
我看到他的老婆，他的肚子很大，怀孕了，有宝宝了，可是这个女孩非常非常瘦，非常非常非常瘦，她怀孕的时候变得很瘦。我问了她，她说她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，虽然她怀孕了，可是她要做更多的工作，她的老公没有照顾她，也没有照顾她的孩子，所以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小男孩，然后她就走了。有一天没有人能找到她，然后这个哥哥就去他的老家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家找她，大家都说没有看到她，他就走了。你们可以理解吗？他带孩子走的吗？志飞？不，他一个人走的，然后他再也没有回来看他的孩子。那个是第一个孩子吗？那个是第一个孩子，对。他可能有一点伤心吧，他觉得你也不爱我，那我也不要你了，你的孩子我也不要。虽然也是他的孩子，可是他可能有点恨这个男人，就是你这样对我，那你的孩子你自己带吧。他可能觉得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所以他才会这样做。我想说，范范和魏轩，你们都是很棒的女孩，就你们学习了，你们上了大学，你们有好的工作机会，也可以去国外。但是这个女孩很不一样，她没有学习很多东西，她找不到很好的工作，所以对她来说，找一个好老公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老公不找好的工作，不照顾她，如果她要正常的说，哎，我们离婚吧，也许这个男人也不愿意。所以我想她可能看不到希望了，所以就觉得我要逃跑。那为什么他要生完一个孩子然后再逃跑？他为什么不直接逃跑？她可能生孩子之前她不知道她老公是这样的吧。我觉得是，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喜欢一个人才会跟他生孩子，对吧？然后她怀孕的时候，她就变得非常非常不好，非常非常瘦，看起来生病了。对，可能对她意识到，我做了什么。志飞，我觉得如果她是像你说的那种女孩，就是也有可能她找的这个男人不是她非常喜欢的男人。就是如果说她没有很好的如果说她没有上很多学，或者说她自己不相信自己可以有非常好的生活，那有可能她觉得我要找一个男人，他可以给我好的生活，他可以让我吃饱饭，可以让我穿好的衣服，就可以，不一定有很喜欢。所以她在怀孕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这样对她，她可能觉得我错了，这个男人不是我想要找的男人，那我要走，我要去找下一个可以给我好的生活的男人。最起码就是他可能对我不好，但是他最起码就是可能他不可以给我很好的生活也可以，可是他要对我好一点，但是都没有。所以他想那我走吧。是的，对，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是我身边的一个女孩离开了她的孩子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离开老公，对，但是就觉得哇，离开孩子是一个很难的决定。对，真的对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会不会是被买来的老婆？他不是真的想跟他结婚，他是买来的老婆。他不是，哇，天哪，买来的老婆又是一个新的话题。他不是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买来的老婆。哇，范范说一下。就是我的舅舅，我一共有4个舅舅，然后呢，我姥姥家没有钱，所以呢，有3个舅舅结婚了，可是第4个舅舅真的很难，他的性格也比较内向，
所以他不会自己出去说，哦，我喜欢哪个女孩子，我就是对她好一点，我追求她，他都不会的。可是他们家也没有钱，所以没有女孩子说，哦，我愿意和你结婚。后来他已经很大年纪了，可能30多岁的时候，他听到村子里边的人说，哦，现在有很多人可以买一个媳妇儿。后来他找到一个人，他买了一个朝鲜的媳妇儿，就是我的舅妈。那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朝鲜这个国家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。然后它在韩国的北边，所以范范的舅舅买了一个从朝鲜来的女孩，是吗？是的，他是偷偷的来到中国的，因为他在那边他可能就要饿死了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，他就必须跑到中国来。他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呢？因为我的老家在吉林，我家旁边有一条河，河的对面就是朝鲜，所以他跑到中国来是很方便的，比较近。对，所以就是后来他跑到中国以后，他就也找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可以帮他找到一个丈夫。当然，我的舅舅要给这个人钱，但是当时我的舅舅也没有钱。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吧，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舅舅花了8000块钱人民币，就是买了这个朝鲜的媳妇儿。可是这8000块钱他也没有，是我爸爸给他拿的。对。但是因为他们不是这种像中国人这种你可以正常结婚，他们没有去领一个结婚证，所以呢，他们很害怕警察找到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跑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在山里边生活了几年。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儿，后来他们想，已经3年了，可能他们可以回家看一看。对，这样的话他们才回到自己的老家。这个时候他们带了自己的女儿回到我姥姥的家。可是我的这个舅妈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她又聪明又漂亮，而且做事情非常快，就是说话呀也非常的好，是很好的一个人。她可能自己觉得，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的？我是一个很棒的人，我不应该生活在农村。后来她就自己去了大城市里边工作。她就是把她的女儿留在家里，和我的姥姥一起生活。她就自己去了大城市。后来听说她过得还不错，可是我听说她又找了一个男人，就是她又找了一个她觉得还不错的男人，然后那个男人有一天找不到她了，他竟然跑到我的舅舅家里，跟我舅舅说，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他带了很多个人去跟我舅舅要钱，说他跑了，你要给我钱。我觉得太奇怪了，竟然有这样的事情。后来我的爸爸跟他们谈一谈，他们说那好吧，那我们自己去找他。他为什么跑？是因为他后来找的这个男人呢，打他，就是打他非常厉害。他觉得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男人，所以他又跑了。后来我听说他跑到了韩国，那现在他一直在韩国生活。前几年，他又把他的女儿也接到了韩国，让他在韩国上大学，让他在韩国工作。对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在韩国现在过得还是不错的。听起来好像是他想找一个机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好，他还是爱他的女儿，还是想找机会跟他的女儿一起。范范，你现在还没有孩子，
你觉得你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可能会离开这个孩子吗？因为各种原因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，就是别说孩子了，我的猫我都离不开它，我要每天晚上跟它一起睡觉。对，我觉得我是做不哦，到。如果对对如果对，说我的老公对我不好，我觉得没关系呀，反正我也自己可以赚钱，然后我可以过很好的生活，我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一起生活，没问题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是离开了我，但是她真的是，她需要找工作，她没有钱，所以她让我的外公照顾我。所以我觉得她算是自己选择了，我不和孩子一起。但我想，对于一个妈妈来说，这个选择应该是很难很难的。对，对，很难。而且我觉得你妈妈虽然她没有跟你说，但是她想起来这段时间的时候，她应该是对你觉得很抱歉的。对，对，她好像很难过的时候，她是自己处理的，她不会告诉别人以前发生了什么什么事，我很难过，我需要让你和外公一起，可能是她对对自己一个人难过。对对，是的，对，对，天哪，我已经在想，我感觉我是你妈妈，然后我跟我女儿离开我的那个感觉啊，我要哭了。魏轩可以感觉到，因为你有孩对，子嘛。对，对，对，而且我是发生过，就是那个时候是刚生完我女儿还不到1个月的时候，然后我爸爸去世了嘛，所以我要从现在住的城市回我老家，然后差不多走了5天，不到1个星期。但是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对我女儿我还是觉得很抱歉，因为她那么小，她还在吃奶，她最需要妈妈的时候，然后我不在她身边，然后呢，把她留给一个她不认识的阿姨，那个是照顾我的月嫂，然后还有我老公的妈妈一起帮忙照顾。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抱歉。我每次想到这个时间的时候，我就很难过。哇，明白。你对，只是离开5天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妈妈对你应该也是感到很抱歉，只是她没有说。对，我妈小时候也是离开我，跟志飞一样的，但是就是我记得她和我爸爸离开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她自己一个人回来了，我爸没有回来，他在工作。后来我爸跟我说，你妈就是太想你了，她实在是太想你了。他说，那我一定要回去，我今年一定要回去。但是这个他没有说过，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就是从小不跟父母在一起，所以我就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嘛。然后我妈就说，范范，为什么别的女儿都是很想回家的，你就是都不想回家呢？就是因为我习惯了嘛。对，对，可是他就是觉得，哎，别人都愿意跟妈妈在一起，为什么你现在不太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呢？我真的习惯了自己一个人，有时候也会想他们，就是很想他们。但是我就会觉得在一起3天4天还可以，一个星期的话，我觉得好烦，我要自己一个人生活。这个差不多也是我在我爸爸妈妈家的感觉，因为现在我在他们家啊，感觉一个星期差不多够了。好，我们在说完这个播客之前，要问魏轩一个问题：魏轩，一个女人为了自己活，还是为了孩子活？你的回答是什么？很好的问题。如果这个问题问我妈妈的话，我觉得她会说，如果问我姥姥的话，她会说为了孩子活。但是现在可能问我妈妈，问我们会说为自己活。可是你每天都在想你的孩子。对对对，
但是这个是就是这阶段是这样，因为他太小了，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，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注意力还有家人的注意力，我们会放在他的身上，照顾他更多。但是我觉得他长大一点，他可以就是慢慢的照顾自己的时候，我会更关注我自己，就是为我自己活。但是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会离开我女儿，就是在选择生命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活，那一定是她，我会让她活，然后我去死。对，只有这个情魏轩，况。你说的我好想哭。对不要有这种情况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危机意识，就是我总会觉得这个事情有危险，我会想很多的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出去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危险，那发生危险的时候，下一步我要做什么？我差不多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都会想，如果突然地震了，我要怎么做？我第一个想的是，我要给我女儿拿什么衣服，然后我要怎么照顾她，然后好像没有想过就是我自己要怎么样，想的更多的是我要怎么做去保护她。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为她活。但是他再大一点，我会更关注我自己的生活，但这个是没有涉及到生命的问题。如果是生命，那一定是他。可能你在想你要给你女儿拿什么衣服，然后你的老公就想要怎么样给你拿衣服，然后你老公的妈妈想怎么给你老公拿，所以可能最惨的是那个最拿衣服吗？有可能，当然。我希望他会。我记得前2天我男朋友还跟我说，他说范范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我可以为你去死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绝对不可以允许的，就是我不可以有绿色的帽子。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，我可以为你去死。哇，天哪，你男朋友太棒了。其实我没有跟我老公聊过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为我去死。魏轩说是很容易的，就我男朋友他是这样说，但是真到那个时候谁知道呢？对，我觉得我的男朋友不会为了我去死，但是他现在为了我活着，他想要活很长时间，很健康。对对，我觉得这个更好，更重要。是的，为了我而健康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对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